看清局势的瑞秋立刻便向叶晨表态，陈先生，您放心，无论您怎么安排，我都一定全力以赴，绝不会有半分迟疑。叶晨点点头，微笑着说，跟我合作，不但能让你们全家人受益，甚至将来破清会倒台之后，还能给你们真正的自由。瑞秋表情一凛，这才意识到叶晨的真正目的竟然是要跟整个破清会为敌。若是叶晨在几分钟前说出这话，他大概率不会相信，只会觉得这是一个痴人说梦的疯子。但是这一刻，瑞秋看到叶晨那自信淡然的表情，立刻觉得这件事叶晨或许真能办到。于是他恭敬地说，陈先生，书生家族100年来都被破清会奴役驱使，每一代人最大的梦想就是为自己和后代争取自由。如果您真能给我们自由，我们将永世感激您的恩德。叶晨点点头，淡然道，既然你信我，那我们就聊点实际的。你今天跟罗斯柴尔德家族的2把手出来吃饭，想必已经汇报给家里了吧？瑞秋点头道，没错，陈先生，我出门之前就已经给家里人打过电话汇报过了。叶晨追问，那他们是什么反应？瑞秋如实说，家里人都非常高兴，他们觉得这是整个家族迈出的一大步，母亲甚至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左军都督府。哦，叶晨笑着问，这么说来，你母亲有左军都督府的联系方式是吧？对的，瑞秋点头说，我们有汇报的对接人，有重大紧急事件，就可以通过特殊渠道联系这个对接人。叶晨微笑着说，那太好了，今天对你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，这个消息你妈妈一定会想在最短的时间内汇报给左军都督府。想必现在左军都督府已经知道你来和史蒂夫见面了，我猜他们肯定会非常关注这次见面的具体细节，甚至今天晚上就会要求你将细节汇报上去。瑞秋点头道，应该是这样，他们对我和罗伯特的进展一向非常关心，甚至我每天都要写一个恋爱日记交给他们，好让他们知道我和罗伯特的具体进度，而且他们会给很多建议和要求。叶晨神秘一笑，高深莫测地说道，那你今天回去之后，可以告诉他们一点，你在饭桌上听到的所谓的小道消息。瑞秋急忙问叶晨，陈先生，请问什么小道消息呢？叶晨笑着说，你就说史蒂夫在和罗伯特聊天的时候，顺便提到过罗斯柴尔德家族，准备让美利坚的大统领继续加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事情况，希望通过升级霍尔木兹海峡的事态来进一步拉高原油价格。至于他们这么做的目的，主要是为了将原油价格拉出一个新高，然后趁机出货，等到这一波行情过去之后，再推动霍尔木兹海峡的双边和谈，届时政策松动，原油价格将会迎来大跌，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则准备在原油价格大跌期间暂停出货，全力囤货，以便迎接下一次的高峰。说着，叶晨又道，这样一来就会给他们一种行情马上要见顶的紧迫感，如果他们手里有原油，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趁这个机会抓紧出手，到时候他们必然会再次派出千士来跟你们见面。原本叶晨想的是让罗斯柴尔德家族出面操控原油价格，先把油价拉起来，再吸引左军都督府的人出面，但是仔细一想，拉升是需要过程的，不够给力，反正自己的目的是引蛇出洞，未必一定要真的抛出诱饵，虚构一个诱饵反而比准备真实的诱饵更快。而且所有做生意的人都痴迷于内幕交易，小到股市散户，大到上市集团老总、私募基金经理，甚至巨型财阀，都对内幕交易乐此不疲。提前收到一个准确的信号，
有可能就为自己创造出上亿美金甚至几十亿美金的利润。如果是瑞秋从罗斯柴尔德家族继承人的嘴里听到的消息，对左军都督府的人来说，可信度一定非常高，而且这种说辞会给他们制造出一个紧迫感，行情随时会来，而且稍纵即逝。如果他们稍微慢上半拍，就会错过这个机会，并且只能低价甩卖。原油可不比其他，这种东西没法囤积太多，更何况他们还是瞒报的产量，想囤积就更难上加难了。所以他们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快速出货，越快越好，说不定今天晚上把消息给出去，对方等不到明天天亮就会有所动作。瑞秋不假思索地点头说道，好的，陈先生，您放心，我今天回去之后就会按照您说的这些向左军都督府汇报。一旁的林婉儿问叶晨，哥哥，如果左军都督府事后发现是个假消息该怎么办？他们会不会怀疑？叶晨看了一眼对面的瑞秋，瑞秋的表情虽然有几分紧张，但是却看得出一直在克制。他应该也很担心左军都督府秋后算账，即便自己可以用罗斯柴尔德家族临时变卦等说辞掩饰过去，但事实已定，自己的消息就是不准，那么左军都督府也肯定会对自己有所意见。不过他心里也有自己的想法，他觉得自己刚刚才答应了叶晨，要对叶晨言听计从，如果现在立刻就表示出担心或者忧虑，肯定也会拉低叶晨对自己的印象。叶晨被林婉儿提醒，也在考虑这个问题。他最主要的动机是用这次假消息来吸引左军都督府的人现身。可以说，如果按计划行事，这个目的一定能达到。但是林婉儿的话让他意识到，如果自己能给这件事一个更好的收尾，应该会有一个更好的长尾效应。也就是说，不但要引蛇出洞，而且还要让蛇真的吃到诱饵。这样的话，在左军都督府面前，瑞秋的影响力就会更大，可信度也会更强，对将来肯定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。想到这里，叶晨笑道，正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继承人就在这里，这次我们就试一试史蒂夫到底有几斤几两，看看他能不能按我的要求，通过暗中左右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，来让油价上涨。